台南市，台湾的发祥地，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都市。在历经和治、明郑、清领与日治等时期后，所留下的建筑与文化物件，使台南成为文化资产最丰富多元的直辖市。现以传统小吃、古迹文化、夜市商圈、山川田园吸引观光旅游人潮，更是台湾幸福城市竞争力6都中的第2名。本次哈哈台街坊与 Integrate 合作，带你一起来看看台南市上班时间的闲人。台南地区现象1：台南人走路比较慢。台南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54.63人，是直辖市人口密度中最低的城市。相较于人口密度高且繁忙的台北，台南一直给人生活步调悠闲、走路很慢的感觉。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？让我们来看看台南人怎么说吧。这种台湾人你看，台南市人你行路拢靠手夹阿壁。真的、哦，一夹壁是有个重心呐。啊，这个是拢有上一个靠咧行阿壁。阮这代的所得啦，一个人1户啦，375万啦。真的假的啦？啊，这真哦。对，阮这个里啦，哎呀，这边就是旧城区嘛。旧城区平均375万，平均每年的税收。原来是有钱才有资格走得慢啊！但这位成大学生走得快有其他原因。我是算快的，但是可能其他人会慢。因为我是玩宝可梦，所以哇，那你最厉害的是哪一只啊？超梦。超梦？对，就是它这边是可以成为伙伴，然后你就每天喂食它，它就会增加进度这样，或者是一起走路。被宝可梦调高速率的台南人。台南人走路比较慢。偏见呢？当我们8点上课嘛，当在7点58你到校门的时候，走得跟那个新加坡人一样快。台北人走路很快。不会。我最不想住的地方就是台北，就是太做作了。像那坐手扶梯都要靠右边，怎么要留左边给那个赶时间的人？要赶时间就去走楼梯啊！而且全部站一边的话，那个重心会歪掉。所以台南人不 care 这些东西。谁会 care 那种东西？那就是太做作的人才会这么做的。因为台南没有啊。没得做，没得做。旧城区的弘毅大哥有话要说。我有一种台南人的骄傲，只有旧城区的人才会有这种古城人的骄傲。我讲的台南人的骄傲，就是伫咧遮。这阮一时之间就要用讲嘛，讲袂清楚。这是你爱置身于这个旧城区内底大汉的人，你还会当感受到讲古城人的骄傲的伫咧遮。阮台南敢迄卖肉臊饭的凊彩卖拢卖50担，你也看胡须章是卖几担啊？佫卖比阮较贵，对无？难怪胡须章台南没有店，怕爆。关于走得慢，弘毅大哥有不同见解。这嘛是富下人的骄傲，台中人、台北人哦，他们 tempo， 你会觉得他们在西门町看起来，他们就走很快，不是讲阮行慢啦，咱的步调较缓和，你的这个 tempo 的脚步，你会感觉行北部人行中啊，你会感觉阮做悠哉，一天的工作也是要做完，紧嘛是做完了是一天，因为做啊紧也袂当下班，对吧？我嘛定甲爸母，你若趁着钱来移民来台南好，不是搬来台南住，是移民哦，因为啥？因为我的内心深处拢会感觉讲。南北分治诶，因那种天龙国一边诶南北分治。台南独立，台南地区现象2：台南人好吃甜。台南从荷兰到日据时期都是产糖重镇，进而影响到当地饮食偏甜的文化。乡民经常夸张地形容台南人有多是甜，但真的是如此吗？本身不觉得很甜啊，对啊，但是就其他人都说很甜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是他们的问题。对，是很多外地人都说台南的食物很甜这件事。真的很甜啊，但甜才好吃嘛。你不懂甜的话，你本身人也不会多甜吧？你各位不懂甜的，命中注定吃苦。接下来这2位甜心教主是糖的狂热信徒。那你们爱台南吗？非常爱。多爱？就是以台南为傲，对。然后糖都要乘以2.5倍的那一种。我喝饮料都喝2.5倍的，真的全糖不够喝。我们也询问了甜心教主对于其他县市的糖度有什么看法。是其他县市太不甜，因为我去台中喝过半糖饮料，我觉得那是无糖，真的，我真的完全没办法接受。台南人会不会很容易得糖尿病？生物老师有说过。不会，这我有特别问生物老师过，就是不会得糖尿病。为什么？
哦，老师就跟我说不会，我就很安心了。对，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。对，我相信生物老师的专业。糖很赞啊，糖有很多功效。对，你讲一下。像是让人兴奋啊，而且上课可以提神，我觉得这个很赞。就是上课吃点糖的话。你是吃什么糖啊？砂糖。我上一次煮完汤圆之后留下来那包糖，就上课慢慢吃。2个相应的点，就显然往下联系未来就都只有一个而已，就是同学你吸大糖。说到糖尿病，弘毅大哥要奉劝各位，因为我年长了，我很多岁了，所以我比较不喜欢吃甜。我要吃鱼羹吼，我拢叫伊用搭的，搭了吃的剩的羹无吃。因为吃那种东西，血糖会快速上升。应该讲台南人啊，老一辈的人，他们糖尿病的几率很大。甜心教主真爱生命，没得做的南一中弟也是糖。饮料都点正常，不会太甜吗？这个还好啊，因为会太甜就不会太甜。不会，吃太甜不会得糖尿病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会吗？不会吧？不知道，我们不是要有运动加精神，所以就是要运动。修蛋之类，运动加精神是这样用的。网络上都谣传说你在台南骑摩托车，然后你拿着竹签，然后就会有棉花糖。真的，对吧？一定是啊，必须得这样的。可能骑得够快就会有了。另外一位南一中弟看不下去，我就很弱智。这样我就当每天拿着一根杆在这边跑来跑去，我就没有糖哎！我天，我这样出去卖，我可以赚多少钱啊？南一中往内互打。接着他要跟大家分享未来展望，可以找一个有钱人包养我，这是我梦想。就住在这些很漂亮的房子里面，然后每天在那边耍废，我就觉得哇，好幸福哦。你妈知道吗？我妈知道。她赞同你被别人包养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你才16岁，被包养很赞哎，真的很赞哎。那你干嘛读台南一中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随便考就进来了。干嘛呢？那你知道大学我想读什么吗？医吧，读个医学院吗？对啊。你不是要被别人包养吗？可是我要先充实我自己才能被包养啊。最励志的 Sugar Baby。回归正题，有钱才能走得慢的阿伯要揭露台南人吃甜的真正原因。我跟你讲，这什么原因你敢知？不知道。较早台南市有叫做三高。糖糕、盐糕、米糕，就是讲回虾啦，咱讲这味色啦、米肠啦、糖肠啦。较早糖是有关节，这好野人哦，伊拢爱用食甜。阮兜有钱嘛，拢买甜的，像个肉色饭，啥台南市的肉色饭会较甜。阮兜好野人，我请恁食饭配搅肉色，你肉色你这拢会甜，就表示阮兜好野，是全国第2名的。真的哦。阮家啦就5000万的哦，差不多摆30-40年。台南人堂正地有钱人。台南地区现象3：台南人不排队，私藏美食真的存在。台南小吃不胜枚举，爆红店家处处皆是，但网络总谣传台南人不吃排队的店家。由于太害怕排队，台南人更是极少外流私藏美食名单。这个谣言敢是真呢？因为我不想排队啊。北部的其他的地方来的，不要说北部，可能是花莲啊、屏东其他县市的来台南玩，就是都要去。然后你一间很好吃的店面私藏名单的话，可能你下次要去就要排队。只要看到有排队的店面，你就绝对不会去吃。对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因为我今天不想浪费时间啊，不想去排队，就是可能吃一个好吃的东西要排个2个小时。又不是你一间可以吃而已，我还有其他店面可以选择，就不用排队，因为台南吃的实在太多了。就可能牛肉汤都现在口袋名单选一选，超过5家，1间排队2间排队没关系，我吃其他3-4间这样子。你怎么看待那些早上4点起来去吃牛肉汤的人？哇，疯子就疯子，哇，就是观光客，很好。客人啊，随便问你说，你推荐吃什么，你都会推荐什么？我现在不能跟你讲，你放上去我还得了啊？这位台南的发型师也受不了排队，通常不会讲，就是很烦啊，因为你去到哪里都要排队，这件事情就是会很令人烦躁。
就是假日都不属于台南人的。那你怎么判断就是这个人熟不熟，可不可以把自己私藏的名单给他？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啊，但是要码掉。他接着分享跟台北高级男同志过招的故事。星期六，就连假那天，我们就去那个我人生第一次去 gay bar。我们在开店之前就在外面等，因为我们没有定位，然后我们是刚临时起意要去，然后我们就一眼瞄过，就是说，一群长得帅的人，然后后来一进来认识是台北人之后，我们就说高级男同志，然后我们称他为 high quality gay。多高级啦！很高级耶，人家在航空业工作，很高级啊，因为是航空啊。完了，这可以讲吗？我就跟我朋友就是笑称我们自己是破布 day， 然后我们就是破布 day， 蛮开心的啦。虽然是破布 day 没有人要，但是还是蛮开心的。我们询问猪肉摊老板娘如何辨认台南美食。每家都好吃，每家都好吃哦。对。那你怎么？因为观光客每次都只排那几家，然后都排很长。啊，不用了，没有排队也是很好吃啦，不一定去吃排的啦。你会去吃排队？啊，不会，不会，没有。有时候你去吃吃看，有时候那个没有排的比那个有排的还好吃。你们是少年人，都想讲人家排队就去跟人家排队。是不是呢？对啊，不排的嘛。阿姨，不要开心聊天室。弘毅大哥最后要提点各位：台南人去吃排队的吗？台南人不会去吃排队的，真的。因为排队的店它已经招比啊，它已经没有那一种人情味了，它只有准备收钱的味道了。还以为是炮火的味道呢。台南地区现象4，下次约吃饭。台北人说下次约吃饭只是说，但当台南人说下次约吃饭是真的要约。今年2月该贴文引爆社群讨论，台南市长黄伟哲更在留言处表示，我本来也不信，结果现在身上多了10公斤。知名图文作家也说，帮你正确翻译，有种出来吃饭，不塞爆你我跟你姓。我们实际走访台南，来询问台南人下次约吃饭是真的要约吗？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认同那篇文章的作者。好，你说。对，我真的觉得台南人真的是很用心在约大家吃饭，而且说的吃饭是真的就是不是只有饭这么简单，是一定要就是满桌菜，不只是心意，是真的连就是口味啊，然后菜色都要顾的啊。只是我身边的几位台北朋友，真的每次下次约吃饭，不要说吃饭，连下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自己觉得是真的，台南人是真的会带你去吃饭，所以我下次跟你约吃饭是真的认真会带你去吃饭那种，不是就没有联络，谢谢再联络那一种，是真的会带你去吃饭。所以就是台北高级男同志上次跟我说，我下次来台南可以约啊，结果心里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就是他们不会约我。就是台北高级男同志们，就是记得就是做人要真诚一点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就看台北多失控。立志被包养的弟弟，没在咖喱吃鸡头。可是我不约等下这样被讲出来会不会被骂？是一个交际应酬的话我就说好，我们下次约，那我就赶快跑掉，我就是太尴尬了。不允许16岁那么social我很social啊，没办法，我可是要被包养的人我当然要生存，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啊。台南人叛徒。最后，我们去见了一位移居台南的特别来宾。对于下次约吃饭，曾经是台北人的后空翻妹妹有很深的体悟。那你也讲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是真的，好不好？这绝对是真的。我那时候我一 po 这个东西 po 到我的那个限动上面的时候，然后台南的那个朋友，那时候在台北我很痛苦啊，因为你知道我要回去处理那个事情，我很痛苦，水深火热当中的时候，他就说快回来，下次约吃饭。回来台南就去他家吃饭，这绝对是真的。就是我真的是台南的朋友。他们就是你只要问他说哪边有什么好吃的，然后他刚好在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会带你去吃，然后就一直吃，就是应该说我们有个很甜甜的心啊，你知道吗？甜甜的心。对啊，因为就是台南的很甜啊，就是真的很温暖，暖到你的那个心头里面去，这是真的。那跟台北人唬烂的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有被台北人唬烂过。我在台北也会唬烂别人的。结论。下次约吃饭。12楼的小松菜奈何桥，现在是整栋大楼的红人哎。谁呀？是他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松菜奈何桥，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小松菜奈何桥，等一下会议上的报表你都丢到，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小松菜奈何桥。太子，你不是已经去美国了吗？你是为了跟他在一起才离开我的？没有，我喜欢男生哦。你给我打！是玫瑰，是内心撒谎的玫瑰。看见小松菜奈何桥，就像看见自己的初恋。是。你这渣男！我要用卸妆乳绑住你的原形。太 Original。